大家好，我係貓哥啦。喺對上嗰集啦，咁就有架紫色嘅野馬啦，而當中亦都有一部咧係 GT-R 嘅 R32啦。咁呢一部車其實點解會拎出嚟講呢？因為呢一部車可以話係 Mini GT 重新雕琢過嘅一部 R32啦。咁當中有啲乜嘢細節呢？除咗個拉花之外，當然大家就非常之中意啦。咁內部嘅結構會係點呢？今集我哋一齊嚟睇下啦。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呢 CLS 啦 ，and the English subtitle has now available. Please enable the English subtitle feature. Let's go！ 第一屆嘅澳門東望洋咧係喺1954年舉行啦，咁至今已經去到第66屆啦。咁喺當年90年代咧，可以話為人津津樂道嘅。點解呢？當年嘅寶馬 E30 M3 同埋Benz 嘅190E 啦，可以話係鬥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咁當年佢哋派出嘅車係由 DTM 規格去賽呢一個比賽啦。咁日本車手方面咧，就由國寶級車手長谷健昌宏咧所駕駛嘅 GT-R 32咧去參加呢一場賽事啦。憑住呢一部車嘅超強性能以及有4驅系統啦，咁可以緊貼住寶馬同埋 Benz 嘅。咁當時由於呢架車實在太犀利啦，咁FIA 嘅 Group A 咧就要求佢加磅啦。咁喺加磅嘅情況下，當然就係正所謂到而家今時今日都講話不平等條約啦。咁當時係為咗保住一啲歐洲車廠嘅聲譽啦，有人咁講噶嚇，我戴咗頭盔先。咁但係當然啦，加咗磅之後佢都係咁犀利，而且咧亦都跑出咗最佳嘅時間啦，為東望洋寫下咗一個神話嘅，非常之犀利啦。咁我哋又一齊嚟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我哋已經睇到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咁其實呢一架車可以話係由內到外去重新雕琢嘅一部 GT-R 啦。咁其實過往大家見到最近嗰一款 Top Secret 咧，亦都係經過重新雕琢嘅。無論喺頭、中、尾，甚至尾燈嘅部分咧，都係完全係兩樣嘢啦。所以有啲朋友真係喂，佢係咪用翻舊嘅鐵模去做修正呢？其實就真係做唔到嘅，因為點解呢？啲燈件嘅位置根本上係完全唔同，所以係冇辦法可以做。第二樣嘢喺沙板嘅部分可以睇得出佢完全唔同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攞翻舊款嘅車咧就會知道啦。咁嗱，全架車嘅車身上面咧用上咗一個雪白色啦，配上一個英國嘅經典機油品牌 Crystal 啦，咁仲有一啲中文字啦。咁我哋陣間一次過咧都會講晒嘅，仲有 Reebok 啦，咁好多細節嘅位置我哋都可以講下嘅。咁整體嘅印刷咧都無需多講啦，非常之純正嘅英國綠配上一個橙紅色嘅一個好醒目嘅拉花，而大家都一定有睇過我 channel 裏邊嘅講其他車都知道啦，邊個支援力度最大，當然就係最多廣告嘅位置啦。成架車係佈滿住 Crystal 嘅一個拉花嘅，咁非常之精細啦，亦都還原到當時嘅效果嘅。咁好啦，我哋會由頭講到落尾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啦。咁基於咧呢一部車嘅一部重新打造嘅一部 GT-R 啦，咁首先大家一路以嚟為人詬病嘅嘢，大家就會話喂 Top Secret 嗰款咧都有改過喎。咁嚟到呢一部有冇改呢？一模一樣嘅。車頭大燈嘅部分咧，經過咗全新嘅打造啦，可以清晰見到車頭大燈嘅燈膽之餘咧，亦都可以見到指揮燈嘅部分咧係應該要有嘅位置，全部做翻晒嘅，非常之靚啦。收邊嘅位置亦都做得相當之唔錯嘅。第二點啦，當然就係鬼面罩嘅部分啦，突出嘅每一個間距位咧做得非常之恰當好處嘅，呢個係值得一讚啦。另外喺我覺得有驚喜嘅部分係咩呢？當然就係值得留意嘅水箱部分啦。水箱部分呢，原來今次係用上咗分件嘅設計啦，唔再使用一體式設計啦，咁令到你整體嚟講呢個深度呢係明顯地加深咗好多嘅。從呢一個角度就可以清晰見到佢係有一定嘅間距感啦。咁另外呢，其實我咁睇啦，係一個兩邊嘅一啲疏氣窿嘅部分之餘呢，頭鏟其實今次呢長谷健昌宏嗰一部嘅頭鏟部分呢，其實佢係有做到一啲增加下壓力嘅空氣動力學部件嘅，包括係咩呢？就係呢一個 Lismos 嘅呢一個頭鏟啦。咁雖然你話喂佢係應該要挑窿喎，咁但係咧呢一度呢 Mini GT 係冇任何嘅遺漏，佢依然做翻上色俾你，令到你喺視覺上呢唔會話落差感太大嘅一個感覺啦。咁另外啦。
嚟到頭冚嘅部分啦，頭冚嘅部分咧可以話係我整體嚟講咧做得相當即係滿意嘅一個款式嚟嘅。咁其實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話，無論佢做一啲爆改款嘅 GTR 啦，咁甚至去到而家還原基本部嘅呢一部 GTR 啦，都可以睇得出佢哋一啲細心嘅部分咯。咁其實 Crystal 嘅位置咧，大家都會睇到嘅，大細適中。唔會話過分地誇張，23號嘅比例咧，按照翻真車嘅圖片，其實亦都差唔多嘅。咁啊嗱，陣間我先會講下呢一個係咩嚟嘅，成日見到會寫住合成汽車嘅嘢啦。咁轉頭我哋會再睇睇嘅。咁好啦，嚟到前沙板嘅部分啦，第一點當然會值得留意嘅就係呢一條骨感線條咧。有翻啦，咁啊由車頭一路伸延至車尾嘅一條直線嘅一條骨感線條啦，亦都係體現到 GTR 當年嘅一個強勁嘅位置啦。咁呢啲位置做咗少少嘅突出嚟咧，又唔會太多嘅。咁始終呢一部車咧，其實係一部街車去改裝出嚟噶嘛。咁啊日後咧，其實呢一部車亦都衍生出咗500部嘅 N1 Spec 嘅一部車啦。咁當然為咗迎合 FIA Group A 嘅要求而去生產咗500部嘅。咁而家呢部車咧應該係80萬到啦。即係街車版啦，係啦，炒到咁啊，非常之有價值嘅一款車啦。咁嗱，今次咧最重要個位置喺邊咧？當然就係頭鏟嘅呢一個紅色、黃色嘅呢一個位置咧，係做得非常之叻。我冇諗到佢做得咁精準嘅，同真車一模一樣啦。咁啊，Tiling 嘅方面啦，今次亦都用上咗新嘅技術啦。大家可以見到咧，其實佢喺嗰個快拆鎖嘅部分咧係有用上紅藍色嘅，咁左右兩邊咧係有唔同嘅色啦。呢一啲細節位做得好好之餘咧，喺每一個圈，即係佢嗰個叫做鐵圈嘅 offset 入面咧，佢個鐵圈位置做得非常之靚嘅，個質感豐富。非常之夠嘅豐富度，咁啊嗱，最後一樣嘢啦，今次咧喺個側鏡嘅部分咧，我都冇諗到佢居然會出到 N1 Spec 嘅一個，即係佢基本上係原汁原味噶啦 N1 Spec 嘅側鏡啦，咁呢度亦都有做到嘅，咁我自己覺得，咦，我以為佢應該會用翻普通鏡啦，估唔到佢用翻正啲，同埋咧。大家會留意一樣嘢咧，佢今次呢個質地咧，比起以前咧更加硬咗少少。我唔知大家覺唔覺啊？硬咗少少嘅。咁同埋咧，最主要嘅部分係咩咧？今次最緊要嘅其中一個部分咧，就係嚟到大家咧開頭會以為，喂，點解佢左右兩隻鏡好似高度不一嘅？其實咧右邊嘅鏡咧係會輕微地翹少少嘅。所以咧，大家唔好以為，咦，佢係咪做錯咗係黐得衰啊？其實唔係嘅，係真係咁樣嘅。好啦，咁啊非常之高質素嘅一款車啦，大家會睇到點解我個籠係白色嘅，當然要為咗大家嘅視覺效果望得舒服啦。咁我哋咧又睇下車側嘅部分啦。好啦，嚟到車側嘅部分啦。今次咧 Mini GT 喺拿捏整個 GTR R32嘅部分咧，整個車身比例嚟講咧，其實我自己都摸好多 GTR 系列，都大概會知嘅。佢個比例咧做得非常之正確嘅。點解咁講咧？尾部會較為短少少啦，緊湊型啲啦。車頭嘅前部分會較為修長少少，而盡量。佢整體嘅結構係盡量想將車內籠以及車架嘅中段位置至中嘅，咁樣望落去嘅感覺咧係一模一樣啦，唔會覺得話喂車頭做長咗或者車尾做短咗嘅感覺，呢一種感覺係完全消失啦。咁可以睇得出 Mini GT 喺入面做過嘅一啲苦工，就係話還原基本步，即係你識得做啲爆改，有時候。做翻原本最初嘅樣子咧，都係有一定嘅難度。點樣可以拎到？因為始終咁多工廠出咗咧，咁你話做嘅時候咧，點樣去拿捏做到個最靚嘅效果咧 ？Mini GT 呢度做咗一個好好嘅示範啦。咁第二點亦都係令我覺得有驚喜嘅位置，就係呢個車嘅玻璃窗框啦。因為其實咧過往嘅玻璃窗框咧做落去咧，硬係覺得好似唔知點咁樣嘅。咁去到而家經過重新雕琢完之後嘅玻璃窗框咧，可以話係我見過好滿意嘅一個款式啦，好紮實啦，邊緣位置冇任何感覺好似唔自然嘅感覺啦，呢一度做得非常之好嘅。咁最後啦，其實我都好八卦噶啦，咁我睇下呢車身上面嘅拉花，除咗大量嘅 Crystal 之外啦 Rebord 啦，咁大家呢啲一定唔使睇，唔使講識噶啦。咁呢個合成汽車究竟係乜嘢東東呢？咁講少少冷知識啦，其實呢個合成汽車有限公司咧係成立於1964年嘅，亦都係作為日產汽車嘅總代理啦。一直以嚟咧都係
去提供一啲日產由油車去到高性能房車呢，亦都係一路都做緊嘅，至今依然都仲營運緊嘅，咁啊非常之特別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喺後沙板嘅部分呢，我自己覺得好完美嘅。今次呢，佢呢一個突出嘅位置呢，我諗應該咁講啦。IG 嘅 GT-R 咧可以話最純正啦。咁你哋一定會話喂，我買信仰買成咁，但係我對比起過，因為始終人哋係真係有啲唔同嘅。咁但係你話喂，用嗰個價位嚟比較 Mini GT 呢一個半月形嘅後沙板係冇得輸噶啦。呢個位置係我暫時見過暫時比較原汁原味啲嘅 GT-R 咯，係啦，大致係咁啦。咁啊，好啦，我哋就睇下車尾嘅部分啦。另外嚟到車尾嘅部分啦，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嘅有兩個地方嘅。第一點，4盞圓形嘅燈，比起之前嘅 Top Secret 咧，更加之做得好嘅。無論喺整體嘅圓潤度啦、晶瑩通透感啦，以及要帶有少少混濁嘅深紅色嘅感覺咧，呢一度做得非常之好噶，唔會話過分地通透，但係咧又要做到有少少混濁感咧。我諗大家就會明我講乜噶啦。你望落去嘅感覺就係佢個深度，佢每一個燈嘅燈圈位置啦，呢度裏邊嘅一個深度係做得非常之足夠之餘，又唔會話過分，即係要做到硬係4粒嘢突出嚟咁樣就好怪雞嘅。咁但係呢度咧做得非常之靚嘅。咁第二點咧，亦都係過往好多車廠都做遺漏咗嘅一個部分就係咩咧？Skyline 呢個黑線，其實過往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廠咧，亦都係做一啲例如水貼啦、印刷啦都有做嘅。咁但係黑畫落去咧，即係黑畫落去咧，就真係比較少見嘅。今次呢一個位置係做得一個我冇諗到嘅嘢啦。咁第三樣嘢當然就係金屬漿，呢啲都唔需要講噶啦。嗱，整體印刷嚟講非常清晰嘅，冇任何嘅歪嚟歪斜嘅感覺啦。咁最後一樣嘢啦，尾翼嘅部分咧，其實呢樣嘢係佢好優勝嘅地方嚟嘅，就係佢今次呢一個組件咧，其實係成隻尾翼都係上顏色噶啦。咁但係咧，佢居然可以做到嘅嘢係咩咧？大家會細心留意一點，就係綠色同綠色嘅部分嘅銜接度啦。因為其實咧，今次 Reebok 即係 Reebok 呢個藍色、紅色就唔使講啦。Crystal 嘅色咧，其實咧喺紅色、綠色同綠色之間咧係有更加大嘅一個我哋叫做淺色嘅，淺咗1度噶。如果大家真係細心放大鏡睇，佢嗰隻綠係淺咗1度嘅。咁 Mini GT 喺後面呢一隻尾翼嘅部分咧，其實佢係有捉到佢個3種唔同色嘅，因為呢個綠色同呢個綠色咧，其實都係一個綠，但係咧就淺咗少少。所以呢度咧佢做得非常之好啊！我唔知大家會唔會真係放大鏡留心去睇，就會發覺佢係有唔同咯。咁呢啲亦都係佢哋細心位置啦。咁好啦，我哋就打開個內籠俾大家睇下啦。嚟到車內籠嘅部分啦，咁其實基於咧今次嘅死氣喉部分咧係由後出變咗係中出啦，咁變咗整體嘅效果咧就會更加之靚之餘咧，我亦都為咗大家睇得舒服啲啦，我盡量去還原一啲細節嘅。咁其實我亦都跟翻佢一啲內部嘅支架部分去上色啦，咁睇下等大家睇落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同埋經過咗重新上色之後咧，亦都會有所不同嘅。咁有興趣嘅朋友不妨都可以試下玩啦，油完之後成個質感會豐富好多嘅。好啦，嚟到內部結構啦，咁其實整體嘅內籠方面咧 ，Mini GT 咧亦都俾足料嚟嘅。首先車架嘅部分咧係有細節咁還原到白色車架啦，咁但係我睇翻咧 HPI 以及呢個 IG 咧，佢內部其實係用上咗一個純白色嘅，咁因為咧成架車都偷空咗嘛，咁我諗佢喺裏邊應該都係白色啦，咁於是乎我亦都盡量去還原啦。第二點等大家睇得舒服啲啦，同埋咁樣拎咧就對到焦冇辦法啦。好啦，咁好快咁講啦。咁其實基於全部油晒白色之後咧，整體嘅內籠佈局咧睇得非常之清楚嘅，雪白色嘅車身啦。咁中控台部分咧依然都係用翻呢個黑色嘅，咁有啲人就話喂佢唔夠圓柱喎，咁但係有陣時候有啲嘢都要取捨嘅，係咪先？都有啲紅色嘅部分啦，我亦都有盡量去還原嘅。咁最後一樣嘢啦，令我有驚喜嘅部分係咩呢？就係座位表嘅座位嘅部分啦。座位嘅部分呢，冇諗到佢係有安全帶，所以今次呢，我唔使整啦，輕輕做少少簡而精嘅方法呢，就已經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啦。
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9.5分嘅。整體嘅車架咧，無論喺內到外咧，都係用上咗全新嘅技術啦。咁可以睇得出 Mini GT 咧喺每一個細節嘅部分咧，可以話精密地細化咗嘅，比起以前咧係更加正啦。咁無論喺頭燈啊、閘骨線啊，甚至係一啲分件上面咧，都更加多，而且物料上面亦都用得更加好啦。咁喺內部嘅結構方面，經過咗細節化之後咧，可以完美咁呈現到當時呢一部車嘅效果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有興趣嘅朋友不妨可以去買嘅。好啦，我哋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咧已經睇晒成部車啦。嗱，經過咗重新製造過嘅 R32之後咧，大家對佢係咪有印象改觀呢？咁啊，其實我自己咁睇啦，Mini GT 嚟緊應該可能會再復刻翻一啲佢哋舊時做嘅一啲作品，但係當然啦，唔知嘅。咁啊，可能有機會係 Super 啊，或者係咩？大家不妨留言啦，真係有機會咧，阿 Glenn 係會睇到嘅。係啊，你哋可以話俾我知，究竟你哋想復刻乜嘢車？不妨留言話我知啦。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最緊要俾留言話俾我知你嘅諗法。最後希望你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